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哎，今天是微电子工程第一章开始上课哈。那第一章我们要教的教的内容哈，主要是ULSI 单元的制成的一些模组。好，首先会介绍基本的半导体元件，然后接下来会介绍热的处理，接下来会1至3介绍微影制成，1至4会介绍基础的电浆的知识，第5章会教离子布置，第6章会教蚀刻的制成，第7章教化学气象成绩跟电介质的薄膜。第5章教金属化制成，第八部分教金属化制成。好，第一章哈，一之一，一之一哈，一之一我们教半导体的这个特性，半导体特性，然后直接跟间接能系的半导体，还有等效质量，电子电动的等效质量跟电子电动的 mobility 迁移率，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最基本的 MOSFET，还有 MOSFET 组成的 CMOS 跟 inverter，那还有机体电路一些基本的概念，好。好，那这个半导体我们知道这个材料有分所谓的金属半导体跟绝缘体，那主要是靠那个能带结构的里面的能系的大小来决定我们一般说这个金属是没有能系的，那半导体以系而言它是1.1，那我目前普遍上都让大概是0.5到2都是0.5到30.5到3零点五到三0.5到3的 EV 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它是属于半导体属于半导体。好，那绝缘体的话就是很大了 b a n d gap 就8个 EV，也就是说电子跟电动电子没有办法从那个 valence band 调到 conduction band。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半导体的它在半那个周期表的位置那核心是第一开始上课第0章我讲过核心的还是细细。那细的话，你可以做掺杂比如说你把硼掺杂到细里面那就变成 P 型半导体那把磷或砷呢掺到细里面，就是变成那个2型半导体。那我们通常不会掺铝跟镓然后铝跟镓其实虽然它有点，虽然它严格来说是半导体，可是它也带有金属的特性那我们这种又有半导体又有金属的特性，我们会叫半金属所以它拿来掺杂的话，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好，那我们一般是它掺硼跟磷比较多了掺硼跟磷比较多啊。好，那这个就是 band gap 的示意图了那是不是原子核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好，接下来第4章第4页。那
对矽而言哈，它的晶体结构要背起来了啊，它是钻石结构哦，钻石结构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四面体的单元啊，钻石结构啊。那这个是共价键啊，记一下哈，这是共价键。那共价键其实它是非常强韧强硬的键结哈，它比金属还要强硬啊。金属大概500度、600度大概就会融掉，那 silicon 让它融掉要1400度，所以其实用锡来做半导体的这个基本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强韧的啊，非常非常强韧的啊，非常非常强韧的。你看你以前你用的电脑，你的 CPU 几乎不是坏掉，是效能过于落后，你才会坏掉，或记忆体。哦，所以 silicon 来当半导体材料是非常非常的稳固的哈，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用啊，这也是 silicon 本身这个共价键钻石结构的共价键的优势。而 silicon 还有其他优势哈，它是含量很丰富的啊，abundant 啊，不贵的啊，它热的稳定性很好啊，这是它的共价键。好，那硒还有一个很容易形成二氧化硒 SiO2 哈。那 SiO2 这个用途在那个硒基的半导体用途非常非常广泛，应该几乎就是它是个工具人啊。那我们后面再讲啊。那它很容易跟氧形成啊，加热跟氧哦形成二氧化硒。那二氧化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缘的材料，而且强度很强韧这样子，然后跟硒的键结又很好，界面缺陷也很好。比如说 silicon dioxide 哈，二氧化硒哈，就是这个也扮演硒基这个半导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好，那硒的那个好哦，所以这个 share electron 这个是共价键哦，自己做笔记有共价键啊，共价键，钻石silicon是钻石结构共价键。因为我们这课程还是以硒为主了哈，我们就不再讲其他的半导体的键结啊、结构等等的啊，就记住啊，silicon 是钻石结构共价键，好不好？好，现在要讲的是所谓的直接跟那个间接能系的半导体从那个半导体的这个能量对动量的能量对这个动量的这个它的那个能带图能带图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它的能带图都不一样。记住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它的能量对动量的能带图不一样不一样好，那在这个材料或半导体物体的角度来看就是电子跟光子的交互作用这很早就被证明了在这个在近代物就被证明了这交互作用要不能说证明了，被发现了就是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定律是被发现不能证明的再来动量守恒律动量守恒律。好，那我们知道总能量是所谓位能加动能，对不对？那其中动能就是2m 分之 p 平方p 就是动量。那在那个量子物理里面动量是 h8k 那如果你没有学过近代物理也没关系，就背起来就好了啦背起来就好了啦好。那这是半导体，你要学得很深也可以，那你学到会用、熟练也可以你要学得很深，就要把这些很基本的、基础的量子力学要搞得很清楚，固态物理量子力学很清楚如果你只是要做应用比如说
怎么说啊？比如说从事 IC 设计啊，或者台积电的某个模组的 module 的一个制程啊开发，其实你不需要懂这些量子力学的哈。做元件开发、做 R&D 的哈，这个才要懂量子力学啊，才要懂量子力学啊。那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这么深入的哈。你如果真的以前没有学过，就背起来就好了。那有学过的话，就刚好你的修课的路径、你的技能树刚好顶到这边了啊。好，所以这个每个人那个竞争优势是各有其优势之处了啊，没有说谁好谁不好了啊。好，那等效质量先背起来啊，等效质量就是能量对波向量的二次微分分之 h8平方啊。哦，这个我们不推导哈，这是半导体元件物理会推导，我们不推导，先拿来用啊。好，好，那什么叫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哈，什么叫直接能系半导体？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就是说它的conduction band 哈，conduction band 就是 conduction band 啊，conduction band 的minima 跟那个 valence band 的 maxima 啊，是在同一个动量的位置。像这个是砷化镓啊，砷化镓哦，砷化镓的话就是这个是砷化镓磷化铟就是这个样子啊，刚好在同一个位置啊，在同样一个动量的位置啊。很凑巧，它刚好就是在动量的零点。好，今天你如果我们用发光来讲比较容易啊，比如电子跟电动要复合的话，这边电子跟电动复合后，那这个能量是不是能量差是从 EC 要减 EV， 对不对？那这能量去哪里了？我们要遵守能量守恒啊，那就会发出光子就会发出光子就会发出光子。好，好，所以说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就是拿来发光应用，就是特别的，有它独特的这个物理的特性啊。所以说直接能系半导体呢，那主要是用在发光的元件，比如说 LED 或是雷射半导体雷射。那 LED 用途也很广泛用途也很广泛不过相对那个。因为 LED 竞争比较大，LED 通常价格不会太贵，所以做 LED 这个行业毛利都很低很低当然，台积电或 IC 设计动辄毛利都是50%以上，那 LED 的毛利大概顶多就是10上下了因为 LED 这个太容易做了就一个二极体而已那只要选那个直接能系半导体做二极体，就是一个 LED 了那做成比较复杂一点就是雷射所以 LED 相对于 silicon 的基体电路来讲市场是很小很小很小的那详细数据可以看第0章的那个 WSTS 的这个统计的分析好，那再来是间接能系半导体间接能系半导体，间接能系半导体。那一样假设电子电动要复合电子电动要复合，它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就是复合，因为它的动量不是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动量跟在这边的电动不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你动量要从这里跟它到这里再跟它复合，那是不是要经过一个动量转移的过程？大家想想，在古典力学，什么叫动量要改变？那就要受力你想撞球，如果它动量不改变，它要直直前进。那如果它撞到球台边，它经过球台的受力，它就会改变方向，对不对？所以你要改变动量方向，你一定要受力要受力，要跟在这个原子尺度的话，就是要电子要跟
细的这个电子要跟细的原子去碰撞去碰撞啊。这个碰撞会产生所谓的声子，就是说silicon的原子的震荡那在量子力学里面我们叫做声子叫做声子那细节我不太讲太深这个固态物理、半导体物理都会教那你只要记得间接能系半导体indirect band gap 的半导体动量改变，它电子电量负荷一定要动量。电子的动量要改变，谁让它改变？就是电子要跟细碰撞才会下去。那一碰撞的结果它大部分的能量会大部分的能量会变成细的这个振动，会变成细的振动。所以这个能量就转给细的振动那个用古典来讲就是细的振动。那你用比较严谨的讲法量子物理的讲法就是产生一个声子，所以这个它就不发光它能量就变成那个细的振动细的振动的一个机械能这样子，所以细就不发光，所以那个细就不能拿来做那个光电元件细不行当然你现在可以用一些奈米的技术来做一些细光子学的研究那这是蛮前瞻的一些研究，那不属于我们传统这个那个微电子工程的范围那有兴趣的话，那你们再去修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课程。好。所以，请大家，我再 summarize， 再那个总结一下那个半导体里面的光子跟电子的交互作用符合两个守恒律：能量守恒律、动量守恒律。那3、5族的半导体是直接能系半导体，4族的半导体是间接能系半导体，3族的可以用于发光元件，4族的不行。用于发光元件因为它能带图是间接能系半导体，但是它拿来做逻辑元件非常非常的好细我上次已经第1节课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拿来做细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讲那个等效质量等效质量这个是砷化镓的能带图这是细的能带图那等效质量等效质量公式就背起来m star 等于 h 8平方除上d1 d k 平方d1 d k 平方那这个2次微分在那个微积分的图形，我们叫做曲率叫 curvature 那曲率越小越窄的话，代表曲率是越大的曲率讲错了，曲率是对，越窄的是曲率越大。2次微分变化很大的话，这个值比较大的话是曲率越大那砷化镓的曲率是大的，所以等效质量它在分母，对不对？所以它是小的。反之silicon 就是这边 silicon 的电子胖胖的就是silicon 的曲率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等效质量比较大。那等效质量大其实是不好的啦，我们希望半导体的材料等效质量是小一点的比较好小一点它的电子的移动速度会比较快觉得很好想象嘛，你电子重量胖胖的就跑不快那砷化镓的这个等效质量小小的就跑得很快这样子就跑得很快然后这个就像那个轻量化的跑车，那电子的话就像那个大大的那个
大大的休旅车哈，大大的休旅车跑不快，对不对？哪有人拿休旅车来赛车的，对不对？F1赛车你开一台大大机器人坐休旅车去赛车，怎么可能？对不对？啊，一定是那种 F1那个轻量化的赛车哈。好，那这也很好记啦哈，我教大家用图形记忆法了哈。这个胖胖的就代表什么？区域比较小哦胖胖的区域比较小，所以等效质量比较大。所以就是说公式要背起来的话，要那个看到图形要快速的记忆活用啊。你只要看到这个区域哈是很大的，这个图形是很大的。就是这个等效质量是大的啊，就胖胖的，就记胖胖的啊。能带图哦，能带图宽宽大大就胖胖的哦，就是等效质量比较大啊、哦，所以等效质量比较大啊、哦，所以 silicon 胖胖的哦，能带图胖胖的，所以它等效质量比较大哦。好，大家背起来哈，等效质量就是这样定义哈。那这个固态物理跟半导体物理都会教哈，那我们这边就不教了哈，我们就不教了哈。好，接下来第7页哈，那这边把常用的一些半导体哈，常用的半导体哈。那就都整合起来一个图表哈，整合成一张图表。那我们看一下，它 x 轴是 lattice constant 啊，lattice constant。那这边是 band gap 啊。那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条线？比如说你拿来当发光元件，你对应到的 band gap， 比如说是大概是1.7左右，它大概就是1.8左右，它大概就是发红光啊。你可以看这个公式哈你 band gap 是1.7的时候，你去换算一下，大概就是发红光，大概就发700纳米左右的红光。那你如果是3.0的话哈。3.0的话，大概就是发紫光4到500纳米的紫光或蓝光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 LED 光源都是各种颜色的波长都有嘛哈。那我们知道短波长的能量是比较大，你可以看这个公式短波长的能量就是比较大，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那个抗蓝光的眼镜嘛，或买荧幕有抗蓝光，就是要把一些高能量的蓝光，就是还有紫光了就把它滤掉，不滤掉部分的，不能全部滤掉，全部滤掉，你看到的东西就是黄黄雾雾的这个样子部分滤掉好，那我们 silicon 是在这里的silicon 在这里 ，boolean 在这里那你看到这个上面这些，有些半导体是有线连起来的，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最常用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材料我们常常有说3元半导体4元半导体，就是说在这个如果这个图形上这个半导体有直线连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它就可以按照它的百分比去把它累积起来，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多元的3、5族半导体那这个只有3、5族有这个特性的因为3、5族的特性它可以累积可以相互累积，所以你有看到这个线，就是它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去累积起来那个线连起来，可是 silicon 没有跟人家连，你们看见 silicon 跟silicon 就孤零零的在这里它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半导体连起来没有办法连起来。早期10几年前大家一直想把3 on 4，就是把3、5族的半导体想办法有没有伸一条线连到细，然后最后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没有。就是不行，那是物理上的限制嘛。你不是说人定要胜天那物理上极限限制就说不行
目前就是不行啦。所以哈、所以那个大部分的那个逻辑电路、记忆体电路呢，还是用那个矽为主silicon silicon。那甚至我们用的那个液晶面板手机面板那也是 silicon 当做主要的逻辑元件逻辑元件我们的液晶屏幕手机的屏幕哦当然 OLED 另外一回事了。OLED 其实它特性像三五族半导体它可以自发光，只是它材料是有机的它材料是有机的，它发的光比较多元，它颜色也比较柔和一点。那所以有机的这个发光二极体，就是也有它的那个，像现在 Apple 都是用 AMOLED 嘛三星的手机也是用 AMOLED 就是说你一些半导体材料你要存活下来，你要占有一定的市场的份额，你一定要做什么？细做不到的，细不能发光对不对？细不能发光那现在还有很热门的，就是说 Micro LED 就是说把三五族这个发光这个晶粒做的超级小颗，做的很小颗很小颗很小颗，做的很小颗很小颗，那就是就要取代一个用一颗的发光二极体取代那个 Full HD 里面的一个像素，所以要做很小颗很小颗，那这个技术也很难。现在的这些宽能系的这个半导体它现在也蛮重要的因为宽能系它一个对应的特色，它就是它的崩溃电压比较大，所以它在一些高压的应用它可以耐到上千伏的高压那 silicon 顶多就耐几十伏的高压。那这种高能系的半导体比如 silicon carbide 在哪里3个 eV 对不对 ？gallium nitride 在哪里？在这3.6个 eV 对不对它的操作电压可以到 K 伏特那尤其在电动车对不对？还有现在手机的快充是不是都是用到这种是用卡白跟 gallium nitride 这种快充这个高压的这个宽能系半导体就是有它特殊的利基的应用，特别是在高压的这些高压的环境像电动车主要是电动车，还有能源领域一些能量转换的这些电路会用得到那也是一个蛮有利基的市场蛮有利基的市场，利基市场也不错啦你能做到技术领先的，也不错了这个 silicon 就进不了这个市场，因为 silicon band gap 只有1.2，它只能耐几十伏的高压，所以在高压的市场就是靠这个宽能系半导体。那发光的市场就是靠这个在这个彩虹图里面这些三五族的半导体。那细的话都是没有的细的是没有的那这个三五族的半导体，这种宽能系的半导体然后又叫第三代半导体叫第三代半导体。那第一代半导体就指细的，第二代是指就是 LED 这些的 LED 这个彩虹图这几个三五族半导体。那第三代半导体就是指这种宽能系的半导体，宽能系的半导体。那市场或者说中国有一些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就是要利用第三代第三代的那个宽能系的半导体来实现弯道超车。你也懂那个，你这是这领域你懂这个学过这个半导体知识的话，你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我看是弯道翻车吧。你那个逻辑电路，你的 CPU、GPU 这个记忆体最大的这个市场，你怎么可能没有办法用宽能系半导体做最大的市场在这里
所以说这些那种第三代半导体，它顶多就是用在这种高压元件了。你说要取代那个含金量最高的这些运算、高运算的这些元件啊，那是取代性啊，不可能。基本上物理的特性、材料的特性就是不行，就是不行啊。所以说什么第三代半导体啊什么的，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说什么好像手机第几代、第几代 ，iPhone 第几代啊，或者是 Windows 11啊，好像越高代就代表越好，会完全取代旧的啊。那是一些只是商业操作的技巧啦。在这种半导体领域，第一代半导体是细，你想取代它，很抱歉哦，现在不行了啊，没有啊，不要把这个商业那些术语跟这些材料啊，不同材料发展的只是一个命名啊，把它搞混啊。比方说看什么第三代半导体，然后就很炫炮这样，会取代台积电，想都别想啊，知道吗？啊，好，那这边有更多的详细资料了啊，有更多的详细资料。那这边的话就是silicon 哈，我们就看几个代表性的啊，silicon 跟砷化镓就好了，好不好？啊，这是1.12、1.4啊，indirect band gap、direct band gap、mobility 啦，这 mobility 看一下哈，mobility 看一下啊，mobility。啊，那 mobility 公式应该在下面几页会有。那先记住哈，silicon mobility 并不是特别高。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砷化镓比 silicon 速度那个都要快哦，都要快，对不对？哦，好，要记住一个，我看后面有没有公式哈，在这里啊。好，我待会再讲啊。这个好，那我直接讲下面一页了，反正都重复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 silicon 跟砷化镓哈，silicon 跟锗跟砷化镓，现在就是这三个特别重要，这三个特别重要。哦，砷化镓就是拿来做发光元件的啊，哦，以砷化镓为主啦，它可能会配合其他材料啊，或磷化银等等，但是还是以砷化镓为主。我们就现在就看这三个最重要的材料哈。那你看 silicon electron 的 mobility 哈，1600。哦，germanium 3900，gallium 9200啊，那矽没有特别高啊，对不对？我刚刚之前有讲啊，矽不是单项不是金牌，可是它是10项全能金牌啊。啊，好，那我们看一下 mobility 呢，还有等效值，这还有等效质量，我们可以发现哈，等效质量越小的哈，这个 mobility 就越高。我们看一下这个打星星哈，好，打星星这个公式啊。速度啊，电子移动的速度啊，电子移动速度等于什么 ？mobility 乘上电场 ，mobility 乘上电场。好，好，那速度我们通常在半导体，我们这边都用平均的移动速度，啊，就是平均的加速数乘上平均的移动的时间啊，或是平均2次碰撞的时间啊，好，平均移动时间。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加速度就是力除上质量嘛，哈，所以那个速度啊，等于 AT 啊，等于这个1除以 m star 啊，m star 就等效质量哦，就跟静止质量分开，我们再加一个 star。那等效质量这个早就都做出来了，几乎所有半导体的等效质量哦，全部都人家都研究出来了啦啊，所以你也不要去执着在这个等效质量怎么来的，多大多小啊，人家都研究的清清楚楚了啦，50年前都研究的清清楚楚了啦啊，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啊。好。还有平均碰撞时间，这都研究清清楚楚了啊！不要执着在那边了啊！这下这个都已经都表了啊，都表了。好，那这就直接拿来用。所以说哈，我们希望我们办的材料是什么？它的 mobility 就迁移率越大越好
啊，mobility 大，那电流啊，这个电流就会大，我后面会讲解，就电流大啊，就电流大，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周期表了哈，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各个元素的位置。早期，我以后再找一张图啊，1980哦，用到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哦，用到周期表元素大概就只有大概10个上下。那到现在5奈米的时代哈，几乎周期表大概1/3的元素都要用到，下面几乎没有了。像什么啊，这个什么钛也有啊，zirconium 也有啊，哦，这些不常用的金属，现在半导体里面都有用到，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要某些的特性的材料才用得到啊、哦。那像铟也有用啊，哦，都用的很多哦。啊，这边是拿来用10颗的，所以几乎1/3周期表元素哈、哦，在现今的半导体的制程哈、哦、都有被使用到。